目前的这支西安 WE， 他们不论是自己队伍在联赛的这个连败的记录是来到了17场，然后算上挑杯是18场，就包括他们在和 RWR 这支队伍交手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处于一个6连败，然后 KPL 5连败的一个情况。只要这局比赛或者接下来的任意一局比赛获得胜利 ，WE 将会直接把这2个连败都终结掉。非常重要、意义非凡的一场 BO5，来进入到双方的这一局的 BP。蓝色方 RW 侠先搬盾山 ，WE 还是空空儿。要看一下他这鲁班大师敢不敢放。放鲁大的话，自己可以出野河。关羽是 RW 侠送上了班位。看 DDC 教练鲁班大师还是直接搬？对，没有给。那这回合的话，RW 侠他这个一选上应该是公孙离、沈梦溪当中选，大司命是已经用过的。看他1楼沈梦溪还是公孙离。没人能在喵的暴躁节奏里战胜本猫。拿沈梦溪的话是，因为在外面中轴比较强的英雄上面只有这个点，然后自己又用过海月了，对，不能再把沈梦溪给对面。然后公孙离这个点的话，如果一抢，就是因为 WE 上把已经用过戈亚了。那 WE 这边看张飞要不要拿？对，看他狂铁张飞如果这么一选，我感觉这把很扎实啊。选了苏烈，没选张飞，狂铁加苏烈。哎，苏烈我记得在上周 WE 比赛结束后，易安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苏烈是他最自信的。但是上周他的苏烈那把没有赢。是的，但那一把他开团开得很猛。RW 公孙离加上夏洛特，双边线出了。那看 WE 这发育路要不要也跟着出一手仓？他跟出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但他还是选择先出中。他选择 counter 对方的沈梦溪，然后火舞也是一个团战可以盯公孙离的英雄。那射手上面估计仓是要被搬掉。看 WE 这边搬是搬了个圆坦。搬圆坦的话，自己这个阵容狂铁加苏烈适合配个野河。仓搬呢？感觉这一把 WE 野河上面，如果是打公孙离和猫的话，来个飞打公孙离会比其他野河好切。对，子毅在之前的比赛里面，在去年的比赛里面，在野河上其实抽的不算多，但是飞的话，他的胜率有50%。宫本武藏搬了 ，WE 是搬了杨戬。邵思源，再搬一手邵思源。邵思源这个点搬掉的话，那RW侠他其实还有的阵容上有朵利亚加夏侯惇，有朵利亚夏侯这一套。飞搬了 ，RW侠是搬掉了2个打野，宫本武藏加上飞。看 WE 4楼的话，感觉他先出射手会好一些，然后再给打野留一手。留一手，到时候看看是用老虎还是用别的。艾琳，出个射手。射手这一块 ，WE 之所以没有在3楼的位置去选他，就是因为现在 RW 侠的班位不够处理了。是的，就打公孙离的射手现在还是有的。是不是要出夏侯惇？阿古朵配合沈梦溪这个阵容，这阵容中期中轴对抗很强，在中路打架很厉害。再选个张飞。这种阿古朵，因为 WE 这边他还有个大司命吧，对吧？对。不过他应该不会选大司命了，因为他对面阿古朵了嘛，对面卡他大司命。对面这个阵容打大司命好打，而且自己家好像需要一个能带的。是，就这把他是又是沈梦溪，又是公孙离，又是这手阿古朵的大司命，实在没法使。橘右京拿橘子过来打的话还不错哦。那这样 WE 这个阵容就有了我们前面说的，就是如果当 WE 拿了一个前期强度高的阵容，他能否做到在不失误的情况下把 RW侠平推了？就这局比赛的话 ，WE 他的阵容的整体的上半图的对抗强度都是高得多的。不之后加上橘右京加上狂铁去打 RW 侠这边，RW 侠要利用这套阵容去支撑他们的中轴。他做了沈梦溪，这个中轴的话，他如果能够抢到，他其实是可以缓解 WE 的这种对于边线的施压。是的，因为他可以先跑图。如果 WE 前期没打出优势来，到中期进入 RW 侠节奏当中，他这个张飞、沈梦溪、阿古朵抱着打推进的时候 ，WE 会巨难受。对，而且到了后面这个夏洛特从团队里站出来 ，WE 拿他没什么办法。是的。有点管不住他，你除非是一个很高经济的橘右京。
RW 要把比赛节奏稍微放慢一点啊。稳一下。对，前2局比赛打得有点急，一波野区的进攻把自己进炸了，一波在下半图想要找一个单人破点的机会，也把自己打炸了。2局比赛都是这么输的。就你前期优势，但是中间出现了这些小插曲，这输得有点不甘心，对吧？因为大家其实作为职业选手，很多职业选手在采访的时候也都聊到过嘛。其实优势的局面，大家只要稳住，纪律性保持住就能赢，而且比较好赢。但今天的 RW 侠在前2局比赛就是出现了这种问题，尤其是第2把那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。要避免那种选手单方面的灵机一动。一动把自己冻没了。这把文涛从2个切边英雄夏洛特和赤煞换成了一个狂铁，然后包括易安也拿到了自己的自信英雄的苏烈，看看能不能帮助 WE 拿下这一局。如果能够拿下来的话 ，WE 将会是一场3比0的大胜，用这场大胜来去宣告着 WE 全新的归来。目前的这个连败，谁也不想让它持续下去。毕竟从队伍的情况来讲的话，他们也已经连续7个赛季无缘季后赛了。如果能够拿下这个大胜，并且是从济南 RW 侠目前2连胜的队伍手中去获得这个3比0，这个关系我们其实在上一场 BO5 已经跟大家说过了。啊，来吧，进入到双方的第3局，蓝色方济南 RW 侠，红色方西安 WE， 我是九瓶子，我是解说黄超，比赛开始。中轴的对抗 ，WE 是一点都不虚，抢完可以直接进野区啊。就已经想回去刷，但是火舞去上路帮文涛的狂铁来拿这个赤甲了。小杜现在手里没有技能，也没有七星光芒剑，是抢不了的。下路的话看经验，应该是公孙离拿了这个红水，对他比昭爵的经验要多一点。因为苏烈现在1分钟前没有被动。 所以导致他不好去卖血，现在有了上去卖血，卖第一波之后跟过来，给一个扇子，一技能踢一脚，公孙离打一波消耗，沈梦溪再给一个2，不之后被迫交出了闪现，吃个血包。这波还是很危险的。明仔火舞这个点差点都阵亡了，而且交了个闪现，交了个闪现的话，在后面上路那波对抗的时候，火舞可能没有什么主动开团的能力了。这波明仔翻的有点靠前了。是的，他其实给个身位压一下人，然后让苏烈把赤甲顶回去，然后自己拿掉就行。对，毕竟刚才那波目的只是为了拿个赤甲。子毅这把拿了蚩尤金。蚩尤金这把的话，他还是很容易经济压制的。自己的一个中上全都是对线优势，自己中上对线优的话，蚩尤金这把就可以像上一把纳克鲁鲁一样吃2线，多吃2线加野区，经济起的会特别快。这把就看他发挥了。子毅也是去年在春季赛的时候，长山 UUG K 甲春季赛冠军的 FMVP， 然后到了夏季赛呢，是加入到了 RNGM 登上了 KPL 的赛场。但是在上个赛季，子毅并没有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是的。不过这个赛季的话，在有昭爵加入之后，还有文涛这里，感觉整个队伍现在焕然一新啊。还有易安的一个游走。这个队伍的话，除了昭爵和子毅这2个是去年在 K 甲夺得冠军的新秀，然后像文涛、像明仔、像易安，他们其实都是有过比较长时间的替补生涯的。文涛其实是在去年的选秀大会被选中，然后一整个赛季年都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首发的机会，一直没有登上 KPL 赛场。是的。然后直到今年他才来到了 WE。在2025年的时候，文涛只是登上了上海 EDGM 的大名单。对。但是没上场机会。就像第1场比赛当时南风的采访一样，就是我是一直向往着这个赛场的，但我一直在坚持。可是
我可能坚持了我的将近一半的职业生涯，我都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。但是因为我的坚持，我现在站在了这个地方，我获得了胜利。这样过去的那一切的坚持就都值得。这是 WE 在目前已经进行了就是1场半的 BO5的比赛里面，他们其实已经给我们展现了他们蛮多的画面的了。哎，尤其逆风很强的一个韧性，嗯还有他们团战如何围绕自己核心去打赢的一个画面。好，4分钟时间到，看这条暴君的争夺，在妖草先有一波摩擦，苏烈2技能交的顶回来，艾琳开出了大招，但想要抓这条龙，究竟斩杀线很高。把这条龙先拿到手中，依然还想往前凶一步啊，但梦溪退了。这波的话就是易安的苏烈去压张飞和阿古朵的一个位置，让他们下不了河道，然后把阿古朵的大招给逼出来了。然后狂铁的话，因为上路单打夏洛特有线权，所以直接可以先一步传下来，在人数上也有优势。对 ，WE 把这个实时预测人是越打越多啊。但这一局比赛还是有更多的人看好了 RW，9个人。有6位看好的 WE。刚刚抓那个龙 ，WE 还是决策很果断的。刚刚听那个赛中语音的时候，其实也能够听出来，就他们对于易安的话语权执行力是很高的。易安思路也很清晰，那种情况就是卡个位置，然后快速把龙抓掉就行。对，来看下路要准备越一波了，橘右京火舞都已经到位了，张飞护着沈梦溪往回退，把人赶走。那这波镜像换节奏，哇，橘右京这波抽的真不错。阿拉伯侠也是换个节奏上路推掉了，看要不要再推下2塔，准备掩护撤退，包过去，有点想包的意思啊，不太好包了，差不多要退回塔下了。这时候可以转推一下中路，这波是让狂铁不出火舞上去继续找。不出点了个进攻信号，那可以打个中上啊，等狂铁把上路线送过去，上塔可以推一下。然后夏洛特的话也是提前一步来到下路，夏洛特应该是可以推一下下塔的，继续换节奏。但这波在换节奏的过程当中 ，WE 可以再摸条龙，还是赚的。转个线，两边镜像。喂。火舞位置有点刁钻，但只能看到一个张飞，没机会。这时候还是避免一些小的个人想法，以大局为重啊。先等家里面野区收完。而 W 就是我拖我夏洛特的经济，拖公孙离的发育，拖阿古朵的装备。利用手长优势慢慢打消耗，艾琳也开大招，等野区刷新了，这个时候想打进攻的一方就要等对面 buff 刷新去控一下。塔外磨一下，公孙离上去点苏烈状态，点掉了一半，继续追，身上有红 buff， 点掉了2/3。沈梦溪这颗雷也炸到艾琳了，对，那这个消耗一波下去，自己家红 buff 是可以拿了，不会被西安 W 打进攻。艾琳开大，阿古朵大招砸空，张飞大招也没有喷的不是很好，苏烈这波砸上去，2技能推回来，直接把梦溪的张飞集火掉了。苏烈还有个被动队友过来，直接点灯上去，狂点再来一个2闪敲一下，不错，给个扇子，公孙就换位，但是被橘右京的2技能就给斩死了，一波 WE 打出了0换2。其实这波挺突然的，你正常来讲的话，这波就中路过线对着消耗一下，然后阿达布侠利用他这种沈梦溪、阿古朵的体系消耗完了之后，公孙离这个家里的红 buff 是可以稳稳拿的。对，不是这号挺好吗？前面。对，但是张飞木突然间动手了，就在人家塔下。阿古朵大招跟张飞大招，我们看这一波啊，阿古朵跟张飞两个人的位置，先是艾琳开大，张飞想找机会，一个大招喷过去，喷到了2个人，但是阿古朵的大招并没有砸好。然后火舞这里直接是开到了阿古朵，打了一波状态，然后顺带着把张飞带到自己的人堆里面，给了一波集火。然后后面公孙离这边被狂铁敲了一下，自己还换伞，换伞到了前面，然后被橘右京抓到机会，一下给抽死了。就张飞是被招绝的艾琳的大招在那个位置给诱到了，
就是他觉得艾琳那个位置我可以开，我开到之后就有机会杀。这波又来苏烈刀拍，张飞没大招，艾琳最后的尾刀伤害收掉了。梦歇酒精过来，不出火舞给个扇子，夏洛特交出大招，不出火直接扑进去，还差最后一扇，酒精跟过来一个 E 技能厌反收掉人头。连战连捷的 WE 势如破竹，继续追击，又是一发普攻，赵觉收掉了金羽，又是一波0换3。这已经是 WE 非常优的一局了。目前的视野控制情况4到8分钟，在地图上基本上是找不到什么蓝色了。是的，比前2把还要顺啊！前期劣势阵容 WE 能赢，现在优势阵容 WE 目前这个局面看起来想把RW 给撵掉啊！4000的经济优势，加上阵容的优势，7900的橘右京了。这个经济打一个满血公孙离一套就死了。关键是你看看文涛跟子怡跟昭觉3个人的经济，他们3个人的经济对位没有一个拉的，全部都是大领先。是的，只有一个明仔的火舞，他前期一直在做事情，然后放线给橘右京吃，所以火舞经济会略低一些。但他团战上给到的控制是真足。他把这3个年轻人喂的都特别饱。10分钟的这波龙咖 ，RW 侠如何决策？是不是要去打一波消耗？不能让现在 W 这个龙拿得太轻松啊！黄铁直接跟火舞卡个前点，然后再要去一下主宰的位置，避免 RW 侠换龙。把这里统统标记上我们的种子。现在这条10分钟的暴君一拿，放在 RW 面前的就是要避战，依旧是打不了的。橘右京一刀火舞一扇子，金羽半血没了。现在就是慢慢找机会消耗状态，状态耗得好的话就能推高地。这个马上1万经济的橘右京，摸一下这个公孙离，这公孙离大动脉都被他砍断了，而且他也挺稳的，求稳。第3件做了个黄盾，对。现在只能抱着高地看看有没有机会了，看 WE 给不给机会。KN 3件套。WE 这个阵容上高地还是比较好上的，就是苏烈加上狂铁2个前排往前一堆，只要有个前排上去慢一下，把人赶走就可以把高地推了。对，狂铁上去给强化大招挂减速，苏烈续个大逼迫一波站位，他其实不用一定要进去拍到人，他把人赶走就行了。是的，然后队友就可以把这个防御塔给点掉。暗影之镜直接放在下路，那上路线一断，直接往一个中下转。看这下塔RW侠怎么守了。这波稳的就是最稳的方式，就是直接把下路高地放了。不放的话要硬守，可能免不了一波对抗。中路想过来点一下下路，从侧边过来给威胁，把中路的兵线给清掉了，然后去转下。下路之后龙兵运进去了，苏烈顶前点，狂铁顶前点，把人赶走，下高推掉。想逼张飞一个大招，下路兵线又来，苏烈跟狂铁2个人一起上，但这波没有开好，但1安2军顶出来了，队友看能不能点灯。下车过来之后，张飞一个大招直接喷后方，但这波狂铁跟苏烈继续往前顶，苏烈完成之后的一丝血，最终被什么给炸死了，狂铁退回来。这波有点强硬了，对，太想终结了。其实只想着逼张飞一个大招，不想着终结比赛的话，还是能打的。是逼完张飞大招，然后退出来，回波状态，再打下一波暗影暴君就行了。刚那个位置，易安跟文涛2个人是你打东我打西，易安想开阿古朵，想开金羽没开到。金羽的话，他是一个2技能规避控制往后拉了。
这暗影暴君的位置要被 RW 侠抢占先机。嗯，这个时候 WE 就是要稳，等人复活再说。张飞大招刷好，然后易安这波出来的话，苏烈是没有闪现的，火舞想绕后啊，这个动作想要直接绕个红区，包过去了，但红区有个视野之灵，他站在了这个2塔草，金鱼想过去排草，2技能撞到了，刚好撞到不知火舞，不知火贴身打一套，大招带回来，黄铁过来做个掩护，阿古多的球球没打中，打了一套消耗，阿古多还是能续上来的。不知火状态不是很好了，黄铁上去吃一波消耗。看看龙，又是一个斩杀线的状态，夏洛特从侧边跟过来，金鱼把龙抢到了，艾琳直接开大刀过去，黄铁加上不知火舞加上艾琳秒掉了佩恩，然后过来去追击，找小度的夏洛特，夏洛特这波直接吃到了绝境跟2技能，在人群里面开出了大招，2技能再回一口，但实在是没办法，没有空间了。然后我看火舞这里还想去击杀一下沈梦溪，张飞大招喷，保了一下。团战碰不过呀，这团战3局比赛了，这3局比赛都是 RW 侠在跟 WE 打团的过程当中 ，WE 团战取胜。是的。RW 侠是选择去拼龙了，然后导致于后排攻速令就是让他自己玩。那现在抓住这一点，直接把攻速令先带走。再过来，所以大招没拍到，但这个冲进人群，一波兵甲，张飞2技能跳出来，再来一个兵甲，兵3个，再看后续伤害够不够，所以有被动队友过来直接点灯，绝境冲进来，想要去找沈梦溪，一个大招刮一下，但队友跟过来，最终把家给推掉，让我们恭喜西安 WE 3-0大胜。这一场3-0也宣告着西安 WE终于